700年前你逼我跳诛仙台，今日我屠你满门。燕灵，你这疯子！一切要从那场可笑的大婚说起。燕灵，你没事就好。那一日，他为我挡下致命一击，灵根尽毁，从仙界天才沦为废人。我对着天地立誓，定要让他重新站起来。此后700年，我踏遍3界每一个角落，只为寻找能修复灵根的奇药。我闯过最恐怖的幽冥深渊，受过九死一生的上古遗迹，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我跪在那些隐世老鬼门前3天3夜，受尽冷眼与嘲讽，却始终一无所获。走投无路之际，我找到了唯一拥有慧灵丹的人——魔族魔尊苍毛。陪我一夜，我给你慧灵丹。为了他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只因他承诺过娶我为妻。仙君，明日你就要娶燕离姐姐了，以后可不能再偷偷来我这里了。娶她不过是走个过场，燕离脏了，我看到她就恶心，但不得不娶，毕竟她为我付出那么多，全仙业都看着呢。可我一想到她要做仙君的正妻，心里就难受。乖，别急，等过段时间，我自有办法让她消失。吉时已到，请新人拜天地。燕灵，你干什么？快回来！玄羽仙君，700年前你为我挡下上古凶兽的致命一击，我曾发誓此生定要护你周全。如今你灵根已复，修为大成，心愿已了。燕离在此祝您与玄机仙子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燕灵，不要！接住你了，下次可别再为别人跳出仙台了。醒了。别急着起来，你从诛仙台跳下来，神魂震荡的厉害，需要静养。这里是魔界，不然呢？你跳的是诛仙台，又不是仙界的瑶池，总不能指望玄逸在九幽深渊底下给你搭个仙气飘飘的仙宫吧？为什么救我？喝了吧，对嗓子好。我救你是因为你还有用，比如陪我一起揭露玄羽仙君那副道貌岸然的真面目，总不能让你700年的罪白受了，对吧？什么意思？他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自己看，看完了就知道你这700年到底栽在了什么东西手里。他的灵根早就好了。至于你豁出生命换来的慧灵丹，不过是他哄着你继续为他拼命的幌子罢了。燕离与魔族勾结已久，大婚当日他畏罪跳下出仙台，实乃仙界之耻。胡说八道！我从未做过这些，他血口喷人。当然，
这是你跳下出仙台之后半个时辰内，他对着3界发的仙谕，一边享受着你为他豁出性命换来的一切，一边在你死后把所有脏水都泼到你身上，保全他仙界仙君的好名声。燕离，你这700年为了狗。你体内有我的印记，感觉到了吗？这是什么时候留下的？交易那晚，我总得就确保自己的投资安全，总不能我给了丹药，转投我的投资人，就为了个渣男跳出仙条死了，我岂不是血本无归？你早就知道我会跳出仙条，你早就知道他骗我。好好休息吧，燕离仙子，你现在是魔界的贵客，在我这魔宫里，没人敢伤你半分。还没找到？回禀仙君，我们已经派了3队人下去了。到。诛仙台下连着9幽深渊，罡风蚀骨，连金仙进去都神魂俱灭。燕离仙子她恐怕已经……一群废物，继续找，挖地3尺也要找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找不到他，你们就都下去给他陪葬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仙君，何必为一个叛徒费心？他与苍魔早有勾结，跳下诛仙台，说不定就是私奔去了魔界，根本就没死。闭嘴！燕云的事，轮不到你插嘴。我只是心疼仙君啊，为了他，你这700年来装的那么辛苦，他却这么对你，还把脏水泼到你身上，让3界都看你的笑话。我说了闭嘴。仙君，不好了！魔族大军在边境频繁集结，兵力比往日多了3倍，恐怕要借燕灵仙子的事对我仙界大做文章。传令下去，燕灵勾结魔仙界核心机密，背叛仙界，即日逐出仙籍，3界通缉，格杀勿滥。是，属下这就去传令。燕灵，你说过要生生世世陪着我的，你怎么能跳下去？你怎么敢？尝尝，魔界的忘忧酒，比仙界那些寡淡的玉劣全胶够味多了。怎么，怕我在酒里下药？不是，只是不习惯。我从来没想过魔界会是这个样子。在你眼里，魔界应该是什么样？尸山血海，冤魂哀嚎，到处都是吃人的魔怪。仙界的典籍里都是这么写的。典籍？仙界的人连魔界的门都没踏进来过，能写出什么真话？每个种族都有善恶，仙界不一定全是心怀苍生的仙，魔界也不一定全是作恶多端的魔。就像玄宇顶着仙君的名头做的事，比我魔界最狠的魔都脏。看什么？这疤很吓人。不是，我只是想问，这伤是怎么弄的？很久以前，就一个不知好歹的小仙子弄的。你说什么？700年前幽冥谷，想起来了吗？燕离仙子。是你，当年救我的人，是你，不是玄宇。玄宇，他不过是捡了个现成的便宜。我受伤离开后，他才捡了我舍命救下的人，还装成了你的救命恩人，骗了你整整700年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为什么当年不留下？留下，我一个魔族在仙界的地盘上留下了，你会信？那后来呢？后来你明明有无数次机会告诉我真相。我试过，可你那时候眼里只有你的玄宇仙君，除了他的话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，谁的提醒都觉得是挑拨离间。我总不能绑着你，告诉你，你爱了700年的人是个骗子，救你的人是你眼里无恶不作的魔尊吧？不过现在也不晚。700年的烂账该清算了，你欠自己的，玄宇欠你的，都该一笔一笔讨回来。
仙界的金枝玉叶，采惯了琼花玉肌，这操的硌脚的玄武岩，还战得过？人任人宰割的日子都熬过来了，这点硌脚的疼算不了什么。我再问最后一次，想好了？一旦开始修炼魔功，以魔气入体，就再也洗不掉魔界的印记。仙界那条路，你这辈子都回不去了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变强，再也不要做别人手里可以随意丢弃的棋子。就为了躲玄逸，还是说心里还憋着劲儿，想回仙界找那帮把你踢出来的人算账？都不是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从前我为了仙界活，为了玄玉活，唯独没为自己活过。这一次，我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。别硬扛，沉住气，记住这种感觉。魔气和你们仙界温棍屯的灵力不一样，他不会乖乖听话。你越怕他，他越疯。不错，比我预想的快多了。我还以为你得先哭着喊着求我停停手，现在试着把它和你体内残留的灵力往一处引，让它们融合。居然没有排斥，有趣。三界万年，敢把魔灵二气往一处融的，你是头一个没被当场炸烂的。燕灵，看着我，燕灵，别闭眼，放松心神。你越抵抗，他越狂暴。那就一起死吧。那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，是你藏在心底的不甘、愤怒和执念，也是这股力量的根。别躲，别怕，接住它，控制它，不然你只会被它吞得连骨头都不剩。别动，你差点把自己炸成碎片，还能动？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伤得这么重，怎么会这样？喊什么？小伤而已。你那股破能量反噬起来倒是挺厉害，三界里能给我划这么深一道口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你明明可以抽身的，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救我？我只是个……嘘，别问傻问题。我苍魔想救谁就救谁，没什么值不值得。尊上，您的伤，属下来迟，请尊上降罪。都滚下去，这里用不着你们。扶我回寝殿，我有话单独跟你说。手别抖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没怕，疼就叫出来，不用硬撑。你以为我是你们仙界那些娇滴滴的仙子？你这里怎么会有忘川花海的画？魔界的画匠随手画的，看着顺眼就挂着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这花海
是我以前在仙界最常去的地方。玄逸派人来魔界了。怎么，听到玄宇的名字，魂都飞了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没想到他会派人来魔界。他是来杀我的，对吗？表面上是这样，但有趣的是，我结下的密令里，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活捉，这和你当初听到的所谓清理门户的说法可不太一样。你以为他是要清叛徒，实际上他只是要把你抓回去，继续当他的棋子。活捉？我还以为在他眼里，我早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叛徒，死不足惜。原来从头到尾，他看中的从来都不是我颜莲这个人，只是我这具能融合魔灵二气的身子。现在才明白，我要你彻底死心，玄宇不值得你一丝一毫的留恋。我早就死心了，从他希望我死的那一刻起。最好如此，药也上的差不多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还有事？我想继续修炼。你是不是刚才被那股能量冲坏了脑子？你刚差点死掉。但我活下来了，不是吗？而且我确实变得更强了。你就不怕再失控一次？下次可未必有这么好的运气，我也未必能再救你一次。怕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你说过魔气要驯服，不是被他控制，我总不能刚驯服一半就半途而废，何况有你在，不是吗？真是个顽固的小仙子。行，明天同一时间，别迟到。我不会迟到的。堂堂魔尊，连这点伤都扛不住，下颌线都快崩断了，想装硬气就别等。怕吓着你，我要是叫出声，某人该手抖把药敷我脖子上，顺便谋权篡位了。活该，疼死你才好！谁让你嘴贫？这药没用，3天了，一点起色都没有，得想别的办法。急什么？因为我的修炼耽误了。你答应教我控混沌能量的，现在伤成这样，我指望谁学去？你笑什么？都这样了还不安分？抽屉里有个紫晶瓶，拿来。这是……别碰这个！你疯了！一幅画比你的命还重要，是不是？那里面到底是什么？别看，去拿紫金瓶。这是什么？这些全是你画的。右边墙上按第3块砖。你整整监视了我1000年。是保护，大部分时候我只是远远看着，不敢靠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做这些？那时候你还小，在刚化形没多，在仙界边缘的桃林里迷了路，踩空了，差点跌下悬崖。我刚好路过，顺手拉了你一把。救我的是个白胡子老仙人，他还给了我半块桃花膏。那是我伪装的，仙魔不两立。一个刚化形的小仙爵，若是被发现与魔尊接触，怕是连仙界都待不下去。幽冥谷救我的人也是你，当年我被凶兽围攻，救我的那个黑衣人也是你。不全是，后来你遇到玄宇，天天跟在他身后跑，眼里全是他。我以为那慧伦丹的交易呢？我为了玄鱼跪在你魔宫门前3天3夜，你明明最讨厌仙界的人，为什么还是把丹药给我？那是我唯一能光明跪在我临头了，却还是不肯走的时候，我差点就冲出去把你拉进来了。打开它。这是我本想在你和玄玉大婚那日送的，没想到你先跳了诛仙台。你这个傻子，藏了这么多年，就从来没想过告诉我吗？我700年的执念全都是错的。时候未到，那时候你满心心满眼都是玄玉，我说了你会信吗？别哭，药，紫金瓶里的，3滴入水就能压制住这伤。
我去。你？你现在这个样子上战场，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怎么，这就开始担心我了？我是担心我的老师死了，没人教我修炼。你还笑？再笑伤口直接裂开，我可不管你了。带我的亲卫队去，只准在观战台看着，不准下场参战，听见没有？我又不是一碰就碎的瓷娃娃。不，我不是让你去打仗的，我要你亲眼看看现在的玄羽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燕灵将军，魔尊有令，请您在观战台静候，不可贸然上前。不必，我要上瞭望塔。据仙界逃兵说，是丢了什么赤宝，不过是他们进犯魔族的借口罢了。哼，他们这攻势根本不像是来打仗的，他们到底在找什么？将军小心，准备迎敌。把弓都放下，让我来。燕离仙子，她不是跳诛仙台死了吗？燕离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跟我回去。回哪里？诛仙台我都跳了，仙界已将我逐出仙籍。那都是误会，我一直派人找你。是误会你把我当成修炼的炉鼎，还是误会我跳诛仙台那天你说我死了挺好，省得污了仙界的名声？你听到的不是那样的。玄逸仙君，诛仙台一跳，前尘尽断。燕离已经死在诛仙台下了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魔界将领燕离。你一定是被苍苗那个椰头蛊惑了，他是魔族，他骗你的。不，是我自己选的这条路。比起道貌岸然的仙界，我倒觉得魔界坦荡得多。燕离，你竟敢叛入魔族，辱没师门！苍魔，你诱骗我仙界仙女，毁她道心，我今日定要你好看！够了，玄逸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700年前幽冥谷替我挡下他凶兽致命一击救了我的人，到底是谁？自然是我，除了我，还有谁会舍命救你？你撒谎！救我的黑衣人被凶兽的利爪划伤了脸，留下了一道深疤。你的脸呢？光滑得很，连个印子没有。你拿什么嘴的吗？燕灵，你竟信一个魔族的鬼话，不信与你相伴700年的我！玄耀，与其在这里歇斯底里，不如敢做敢当。敢不敢让3界众生看看你的灵根，看看这些年到底是用什么修炼的？撤军，立刻撤军！他心虚了。你是不是真的不要命了？伤成这样还敢强行瞬移过来，你就不怕直接死在战场上？值得。你明明伤成那样，为什么还要冒险过来？怕你心软。不过看来是我多虑了。苍苗，如果当初你直接出现在我面前，而不是让玄玉捡了便宜，我们是不是……没有如果。仙魔殊途，那是接近你只会害了你。现在呢？现在仙魔依然殊途。现在你不一样了，你体内有我的本源燕灵。从今往后，你属于2界，就不属于任何一界。别浪费力气了，将军。这片土地被仙魔大战的余波炸透了，100年内连根草都长不出来。我的个乖乖，这真长出来了！你这手要是去重敌，魔界粮仓都能堆到天上去。燕离将军，东北方3里处发现仙界小队，正在向我方移动。多少人？修为如何？约20人，但不对劲啊，将军，全是半大的孩子。绝对是陷阱！上次仙界就伪装成伤兵，偷袭了我们的粮草营。
打开侧门。是，将军，万万不可！至少等魔尊大人回来。他临走前特意交代过，不能让你单独行动。打开，我独自去。出了事，我担着。站住！你们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求您救救他们！我们是从青云宗逃出来的。师爷，带所有待命的医师过来，快！燕灵，放下我仙界的弟子。他们受伤了，需要立即医治。这些叛逃弟子自有仙界处置，倒是你，魔族的将军，竟敢拐带仙界幼童！玄逸仙君眼瞎了不成？你看看他们身上的伤，是被你们仙界的正统法术打的。顶众上仙，罪加一等。既然你不肯教人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是什么邪术？你竟然修炼魔族的禁术！醒醒，别睡，坚持住。燕离，你掌握的这种力量太危险了，跟我回仙界吧，我会教你如何控制它，我们可以一起研究。闭嘴！你刚才还想杀了他。他们私自离山本就该死，但你不一样，只要你跟我回去，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仙君大人，不要打师兄们，是我先迷路的，师兄们是为了找我才跑出来的，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。不懂规矩的东西，留着你也是祸害。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玄妖仙君，欺负手无寸铁的小孩和女人，这就是你们仙界的君子之风。我今天可算是开了眼界了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们。伤得不轻啊，玄妖仙君下手可真够狠的。您是魔尊？怎么，不像？师尊说您青面獠牙，三头六臂，会吃小孩。可您真好看，比仙君大人好看多了。别闹了，这些孩子伤得很重，得赶紧带回去医治。把所有孩子都带回魔宫，用最好的药，谁敢怠慢，军法处置。苍蜜，你敢？那些是我仙界的弟子，你不能带走他们。现在他们是我的客人，有意见憋着。燕离，你别被他骗了，魔族都是吃人的妖怪，他们会把这些孩子炼成丹药。仙子姐姐别信他，师尊说我们资质太差，修炼不出仙力，要拿我们做药引炼长生不老丹，我们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。一派胡言！燕离，你宁愿相信一个魔族和一个小孩，也不信我这个和你相识700年的师兄吗？是的，因为他们没有骗过我，而你骗了我700年。走吧，燕离，跟这种伪君子浪费时间，不值得。燕离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放开那些孩子，跟我回仙界，否则我今天就让你们所有人都死在这里！滚出我的地盘，玄逸，否则我不介意再废你一次灵根。你们给我等着，你们会后悔的！你没事吧？不碍事，刚才为了镇住他，装的有点过了，不过值了。你看到他那副吃了屎的表情了吗？笑死我了！就知道逞强，万一他真的动手怎么办？燕离，你知道刚才你做了什么吗？救了几个孩子而已。不只是这样，你用了真正的混沌之力，它不仅能毁灭，还能创造。我们回去说，这就是混沌体质，传说中能够平衡阴阳、融合仙魔的特殊体质，万年难遇。而你，就是这万年来唯一一个拥有混沌体质的人。你是说我是混沌体质？从第一次见你，我就有所怀疑。当年在幽冥谷，你被凶兽所伤，伤口却自动愈合了大半，那时我就知道你不一般。所以当年你救我，还要和我做交易，其实就为了确认我的体质。混沌体质能与任何力量兼容。如果我猜对了，我的魔气进入你体内不会造成任何排斥。另一半，是因为我不想看着你死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时机未到，混沌之力太过强大，一旦消息泄露，3界所有势力都会来抢你。今天你在玄羽面前使用它，已经太冒险了。他想得到这种力量？不只是他，所有人都想得到混沌之力。燕离，从今天起，你必须学会完全控制混沌之力，玄羽不会善罢甘休。那你教我？只有我能教你。
因为我是这世上唯一一个知道如何与混沌体质共存的人。对了，那些孩子，他们以后怎么办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愿意留在魔界的，我会派人教他们修炼。魔界不像仙界传言的那样拿小孩炼丹。那个小女孩说你好看，那是自然，小孩子从来不说谎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从明天起，你正式统领魔界第3军，所有将士都归你调遣，做好准备，将军。我统领第3军？你今天的表现已经足够服众了，况且混沌体质的拥有者注定不会平凡，我相信你。躲在这里做什么？看看外头那些女魔将的眼神。如果你今晚不出现，他们能在魔尊大人的酒里下3斤情药。胡说什么呢？全魔界都知道魔尊对你……行，我不说了，我去前面看热闹，你可别让魔尊等急了。燕离将军，魔尊请您即刻过去。我还以为我们战无不胜的燕将军临阵脱逃了。没有宝石，没有金玉，连个流苏都没有，你亲手做的？是不算精致，我早说该去珍宝阁随便拿。帮我记上，如果是珍宝阁拿的，你现在就可以扔出去了。都哑巴了，好看吗？魔尊威武！魔尊万岁！魔尊好样的！魔尊，这发带连一点魔气都没有，来历不明，恐怕有损魔体。燕离亲手用混沌之力练了7天，比你们送的那些华而不实的破铜烂铁强100倍。可他身上还带着仙界的臭气，万一这是仙界的……大长老，你是在教我做事。今日除了庆生，还有一事宣布，都给我听好了！燕离将军，自今日起，为我魔界之后。魔尊三思啊！引狼入室，魔作威也。正是因为他曾为仙，他了解仙界每一个防线，有他相助，我魔座才能踏平林霄。原来如此，魔后之位不是偏爱，而是价码。他只是在向全魔界宣告，他彻底掌握了我的混沌体质。燕离，你可愿意？报！仙姬大军突袭边境，已攻破3道防线。多少人？至少10万。玄逸仙君亲自领军。第1军正面顶住，第2军包抄左翼，第3军守右翼峡谷。将军，左翼告急，赤焰将军快顶不住了，我们去支援吧。闭嘴！玄逸的主力连个影子都没露，前面安静的连鬼都不敢走。传令，原地列阵，一步也不许退。燕离，好久不见。魔界的风沙让你的剑法都变粗鲁了。拿10万大军做诱饵，仙君真是好大的手表。没办法，你太聪明了，不用点笨办法，怎么请得动你？别挣扎了，跟我回仙界认罪，我保你不死。你的这些手下，我也可以赏他们个全尸。我呸！你那张伪善的脸，我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
上古禁术锁灵咒，专门为你量身定制。挣扎什么呢，可怜虫？你以为苍明真的护着你？他早就把你卖了个好价钱。他的混沌体质，若条件合适，可移交仙界。听到了吗？为了魔界，他什么都能交易，包括你这件武器。跟我走。玄瑶，你拿我的东西问过我了吗？苍魔，你敢过来，我立刻捏碎他的脖子！伤哪儿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来亲手把我移交给他？什么移交？他跟你说了什么？小心！第三军，趁现在突围！我帮你拔出来，我用混沌之力帮你清毒。别动，噬心刃拔出来，你就可以直接给我换身新衣服出殡了。闭嘴！都这时候了，你还开什么玩笑？告诉我怎么救你。你送的发带很好用，替我挡了一下，否则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。苍毛，你给我坚持住，我带你回家。那就是拥有混沌体质的燕林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苍苗重伤，正是动手的好机会。别急，先跟着，等他们回到魔宫，有的是机会。没有办法了。噬心刃乃仙界禁器，毒入心脉，除非什么？除非取得仙界瑶池底的静心莲，否则。照顾好魔尊。将军要去哪儿？备马，最快的幽灵居。等我回来。听说了吗？燕离那个叛徒的相好快死了，活该，勾引我们仙君还敢背叛仙界。等你多时了，燕离。把莲花给我。为了那个魔族，你甘愿冒险？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与你无关。放开我！别闹了，燕灵，跟我回去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回去？回哪儿？仙界已经没我的位置了。有我在，谁敢说什么？你知道我从未真正想伤害你，脾气还是这么倔。带走。喜欢吗？一切都保持原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从未放弃你，700年的感情，怎么可能说断就断？感情？你当着玄机的面说希望我死，这叫感情？那是不必解释，要么杀了我，要么放我走。我不会杀你，但我也不会放你去救那个魔族。燕灵，你醒醒吧，他只是在利用你的混沌体质。你怎么知道混沌体质？这不重要。苍魔告诉仙界的，他当然不会承认。但事实就是，他早就和长老会达成协议，用你的秘密换取魔界10年和平。证据呢？混沌体质交易，这证明不了什么。顽固不化！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！为了个魔族卑躬屈膝，至少他从未骗我。燕离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静心莲我可以给你。回到我身边，不是作为囚犯，
而是作为我的道伴。只要你答应，我立刻派人送静心莲去魔界。玄逸，你爱我吗？那为什么700年前要骗我？当然，幽冥谷救我的明明不是你。谁告诉你？你的反应已经回答了。苍魔为什么冒充我的救命恩者？因为我确实想救你，只是被他抢先一步。后来你误以为是我不忍心争正。谎话连篇，你只是看中我的潜力，想培养一个得力的助手罢了。你比我想象的聪明，但还不够聪明。你以为苍茫就真心实意，他看中的不过是你的混沌体质。至少他坦荡，而你连灵根都是偷来的吧？你胡说什么？你体内的灵力紊乱不堪，明显是强行融合了不属于自己的灵根。700年前你明明灵根尽毁，怎么可能自行恢复？住口！反噬！你偷来的灵根在排斥你。为什么？习惯了，700年养成的习惯，看到你受伤就忍不住帮忙。燕灵，我仙君，魔族魔尊闯进瑶池宫了。苍魔，他不是？看来你的相好比想象中顽强，可惜是来送死的。别去，他现在就是个疯子，见人就杀。那正好，我们天生一对。苍魔，燕离，真是感人啊！既然都到齐了，就一起上路吧。傻子，谁要你救？习惯了，看到你危险就……好一对痴情鸳鸯，这次看谁还能救你们！不可能！静心莲怎么会？这是……住手！抓紧我，我们走。坚持住，马上就到家了。燕离，别说话。静心莲，闭嘴，保存体力。静心莲为什么帮我们？玄玉偷来的灵根是谁的？苍明真的和仙界做了交易吗？太多疑问没有答案。但此刻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让苍元死。骗子，不是说好等我回来吗？为什么要追去仙界？因为怕你又跳出仙台。傻子！静心莲怎么拿到的？说来奇怪，是静心莲自己帮了我们。原来如此。什么原来如此？玄玉的灵根，你看出问题了？玄玉体内灵力紊乱，像是强行融合了不属于自己的灵根。因为那确实不是玄玉的。什么意思？燕离，700年前幽冥谷救你的人是我。当时我被凶兽所伤，不得不离开。玄玉恰好路过，捡了这个便宜。那灵根，我的，他趁我虚弱，偷走了一部分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时候未到，现在到时候了。拿着，里面
记忆。燕离，若你知道真相，会恨我吗？苍某，交出燕离！我不会交，你们别想打他主意。那记忆水晶被玄机篡改了，现在你知道了全部真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因为我快死了。胡说！你不会死，我这就去找更好的医生。燕离，听我说完。红迷的神魂被赤心刃重创，唯有魔道最高仪式生死与共才能延续。那就做这个仪式，需要什么？我马上去准备。仪式需要两人心意相通，共享一切，包括生命和记忆。我愿意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。苍魔，700年前你救了我，700年后你又给了我新生，现在该我救你了。还有另一个选择，什么？完整仪式，这样你只需承担保护魔界的责任，而不必承受我的记忆和痛苦。你需要时间考虑。不需要，我选完整仪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感激，不是因为愧疚，而是因为你就是你。燕离，别说了，告诉我仪式怎么做。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魔尊，您确定吗？开始吧。记住，无论看到什么，都不要放手。我答应你。燕离，最后一步需要你自愿接纳我的全部。来吧。苍明，魔尊呢？他在这里，也在这里。魔界不可一日无主。我知道，从今日起，我燕离暂代魔界之主一职，直至苍毛归来。这有意见？谨遵魔后之命。玄宇那边有什么动静？探子来报，仙姬正在集结大军。玄逸声称要灭我魔族全族。正好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这才像我的魔后。等着看吧，
我会让玄逸付出代价。仙魔大战一触即发，而这一次，我将亲自领军。报！仙界大军已至边境，玄玉亲率30万天兵压境。再探。魔后，说。仙姬此次来势汹汹，不仅出动了诛仙大阵，还扬言要活捉您，当众什么？当众废您修为，剥您仙骨，将我钉在诛仙台上，以儆效尤。您怎么知道？传令下去，全军开拔，迎战仙界。魔后，敌众我寡，是否先固守？等我回来。燕灵，最后机会，投降，我可饶戒不死。玄羽仙君，不如先解释解释，你体内那半截不属于你的灵根，最近可还安分？胡言乱语！你被魔族蛊惑，神志不清。这就是你们敬爱的仙君，一个偷嗅他人灵根的小偷！小女，你施展邪术！700年前幽冥谷救我的黑衣人脸上有伤，而你可有半点伤痕？玄逸仙君，敢不敢让大家看看你的灵根，或者解释一下，为何你闭关400年才恢复的灵根，颜色质地都与苍魔魔尊的一模一样？闭嘴！摆诛仙大阵，给我杀了这个妖女！仙君，他说的是否？违令者斩！杀！苍苗，借我力量。破！不可能，诛仙阵怎么可能？因为这阵法本就有缺陷，而你偷来的灵根正在背叛你。那又如何？杀了你，我就能用你的混沌体质稳定灵根。玄逸，回头吧，剥离到来的灵根，或许还能留你一命。回头？我走到今天，全是为了站在仙界之巅，谁挡我，我就杀谁，包括你，燕灵。这次换我保护你。苍面，灵根真的被强行移植过，我们被骗了。魔后，仙界请求停战。告诉他们，魔界接受停战，但有3个条件。您说。第一，交出玄机及所有参与灵根移植的长老。第二呢？
在仙魔两界之间划出中立地带，由我亲自管辖。第三，我要仙界瑶池的静心莲，每年10株。魔后，今年的静心莲开得特别好。今天猜想听什么？是妖界新发现的灵矿，还是仙界终于废除了那条骑士半仙的旅法？今天是你沉睡的3周年。魔后，长老会问您何时正式加冕为魔族之主？等苍毛醒来，我说过，只是暂待。明天见。